上期视频中我们聊到，在一段关系里，过高的同理心有时候反而会毁掉关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，不被同理心困住？今天我想跟你分享3个关键方法，帮助你把同理心变成一种力量，而不是负担。方法1，多一点慈悲心，少一点情绪性同理心。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发现，同理心和慈悲心并不是一回事儿。同理心是你感受别人的感受，而慈悲心是你对别人心怀善意。两者常常同时出现。我感受到你的痛苦，所以我对你给予善意。但关键是，你不必真的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才能表达善意。比如一个6岁的孩子弄丢了心爱的玩具，成年人可能无法真正体会那种天要塌了的感觉，但仍然可以温柔安慰，给予关心。在人际关系中也是一样，你完全可以怀有善意，而不必被他人的情绪拖下水。记住，你可以伸出援手，但不要替别人扛下责任。一旦你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任务，比如我要帮你找到爱情，我要帮你解决一切困难，结局往往是灾难，因为你既无法替他们改变人生，也会让他们失去对自己负责的动力。事实上，你越是用无界限的同理心投入，别人就越容易依赖，甚至把责任推给你。所以关键在于区分慈悲和同理心。慈悲让你保持善意，而失去界限的同理心不仅能拖垮你，也会拖垮对方。方法2，减少自我批评，增强自信。研究发现，一个人可以既有同理心，又能保持稳定感，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自信。当同理心遇上自信，他们往往能形成良性结合。但如果缺乏自信，总是自责，再加上强烈的同理心，就会变成一杯危险的鸡尾酒，足以侵蚀心理健康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时，大脑往往会顺带触发自我批评的开关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够？是不是我应该更好？哪怕那份痛苦根本不属于你，你也会背上愧疚。久而久之，被同理心压得透不过气。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切断同理心，而是培养自信，减少自我批评。只有当你接纳并相信自己，才能在帮助别人时保持稳定，而不至于被拖下水。方法3，处理内在冲突。如果你特别有同理心，一定熟悉这种感受。看到别人痛苦，你想伸手帮忙，但又清楚自己精力有限，还有一堆属于自己的问题需要处理。结果呢？设立界限时，你会感到愧疚；不设界限时，又只能牺牲自己。这就是高度同理心者的典型困境。表面上似乎是别人把你推到左右为难的位置，但真正让局面恶化的，其实是你内心的冲突。所以，当你想要善待别人时，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，我是不是正陷入内在冲突？要知道，冲突越强烈，你就越可能把自己推入双输的局面。而学会化解这种冲突，正是自我成长中最关键的一环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每到圣诞节都特别痛苦。父母离婚后住在同一个城市，妈妈坚持他圣诞早晨陪他，爸爸则抱怨，为什么早晨给了妈妈，只在下午才来我这儿？无论怎么安排，总有人不满。久而久之，他发现根本无法让父母同时满意。设立界限会愧疚，不设界限又觉得自己被撕裂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整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不是他的责任，而是父母的选择。离婚的那一刻，圣诞节就注定不再完整。看清这一点后，他第一次感到轻松，
也能坚定地说，今年早晨陪妈妈，明年陪爸爸。如果你们想要我整天在场，那当初就不该离婚。真正的解脱在于化解内在冲突，解除愧疚感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展现同理心的同时不被压垮。如果你想保护自己，不被同理心拖垮，请记住3点：第一，多一点慈悲心，少一点情绪卷入；第二，减少自我批评，用自信稳住自己；第三，觉察内在冲突，别替别人背负责任。同理心确实是一份珍贵的礼物，但如果没有界限，它就可能变成一把锋利的刀，既伤害你，也伤害你所爱的人。真正健康的同理心，不是你随之沉默，而是让你站稳脚跟的同时，伸手去拉别人一把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个赞支持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你有没有因为太有同理心而感到过困扰？我们下次见。